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场即将在东京巨蛋上演的国格之战。韩国棒球委员会他们大规模征召了有韩国血统的美籍选手。你如果去看 KPO 做这个决定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深的危机感。光靠本土养成的球员，已经跟不上现在世界棒球的两大主流趋势了。一个是球速极大化，投手一个比一个快；另一个就是非球革命，打者一个比一个会把球往天上打。第一，找来美式强力投手，专门用来对付欧美那种力量型的打者。第二，补强他们国家队长年以来最缺的那个右打重炮。第三，解决他们牛棚投手球速普遍偏慢的老毛病。说真的，这四个人一架进来，整个韩国队的体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从投手开始吧。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先来看看他们预计要扛下第9局的终结者 Riley O'Brien。O'Brien， 我看到他去年的数据在红雀队投出了生涯年，防御率 2.06， 这数字真的很吓人。O'Brien 的强大是建立在纯粹的球威上。你看他有一项数据是 54.1% 的超高滚地球率，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打者只要碰到他的球，超过一半的几率会打成滚地球。在这种一战定生死的短期比赛里，这简直是王牌。因为可以避免长打，特别是全垒打。完全正确。他的配球策略很单纯，基本上就玩2颗球。第一颗是均速在96到99英里的伸卡球。哇塞！这颗球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有着平均 16.8 英寸的水平位移。我跟你形容一下，这大概就是从本垒板的正中央直接横向移动到打击区外侧边线的距离，这让它很难被击中球形，所以才制造出一大堆软弱的滚地球。那另一颗决胜球呢？另一颗是弹子曲球，有些人也叫它横扫球 （sweeper）。这颗球更夸张。2025年赛季制造了高达 50.9% 的挥空率，然后对手被打击率只有 0.59， 意思就是打者挥了2次棒就有1次是挥空。只要球数领先，他丢出这颗球，打者大概率就是站着或挥空被3振。等一下，听你这样讲，一颗超级伸卡球加一颗无敌曲球，这投手听起来根本就无敌啦。那他肯定有什么弱点吧？不然红球队怎么可能放他走？他的弱点就是控球。他 11.1% 的保送率，以一个终结者来说实在太高了。很高哎。这代表他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球会跑到哪里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控球自爆。他可以在一局内连续3振3个打者，也可能连续保送2个人，自己制造满垒危机。他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投手。原来如此，是个威力强大但非常不稳定的炸弹。那这样一来，台湾队的打者就有机可乘。策略是什么？策略只有一个字，等，彻底执行选球，不能去追打他那一颗掉在地上看起来很诱人的曲球。只要我们不帮他，他自己就会投到球数落后。一旦他被迫必须把球投进好球带，机会就来了。打者要锁定的是他那颗失投没有往下掉，跑到腰带高度的伸卡球。那个球一旦失去位移的角度，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好攻击的红中快速球。所以对付 O'Brien就是像是跟一头猛兽对峙，不能轻举妄动，要等他自己露出破绽。但听起来，下一位投手 Dan Dunning 的状况完全是另一个极端。他以前在游骑兵队还算个稳定的先发，他这2年的数据下滑得非常严重。2025年防御率高达 6.97。那韩国队到底看上他什么？主要是看上他能吃局数，而且可以先发也可以后援的这种功能性。但你看他的进阶数据，他的被中几率高达 11%， 这个数据基本上就是衡量一颗球有没有被打得正中红心。联盟平均大概是 7%， 所以 11% 代表他的球非常容易被打者痛击。对，最关键的原因是球速，他的伸卡球均速只剩下90到92英里，他会投很多种球路，
声卡、卡特、滑球、曲球、变速球，什么都有。但问题是，没有任何一球称得上是顶尖的武器。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他没办法三振打者，只能想办法让打者打不好。所以对付这种投手，策略就要完全反向。对，就是要积极攻击，不能等，不能跟他玩配球。我们的打者必须在他取得球速领先之前，在前2颗球就锁定他那颗球速普通的卡特球或声卡球。而且左打者对他有天然的优势，因为 Dunning 是那种侧投低3/4的出手方式，对左打者来说，球的飞行轨迹看得一清二楚。这绝对是台湾队必须把握住的得分机会。那打者呢？韩国队这次也补了2个右打炮。我们先来聊聊 Jahmai Jones。你看他2025年的数据，对左投的 OPS 高达0.937。0.937，这已经是明星级的数据了。对，而且他得点圈打击能力非常强。他去年在满垒的时候上来打击，OPS 是夸张的2.000，太扯了。那他是怎么办到的？2025年，他对声卡球的打击率是恐怖的0.50，长打率更是0.818。这代表只要投手想用速球系的球路跟他硬碰硬，他就有能力把球打到外野圈内打墙外。那这样投手还能怎么对付他？总不能都不投快速球吧？ Jahmai Jones 面对滑球，他的挥空率高达39.5%，打击率更是只有0.154，所以对付他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不断的用滑球攻击他，特别是抢好球速跟决胜球。好，那最后一位外援 Shea Whitcomb， 他就是纯粹的力量型打者，他的击球出速非常好，只要被他打中球，球就会飞得又强又远。但问题是，他的挥棒盲点实在太多了，导致他常常打不到球。你看这几个数据，他的追打坏球率34.0%，整体挥空率36.6%，三振率也高达31.3%。这3个数字都远高于大联盟平均耶。是的，他特别害怕2种球，第一种是高转速的变化球，像是我们投手很会投的滑球。第二种是高角度的速球，也就是投在好球带上半部的快速球。因为他的挥棒轨迹是比较往上捞的，追求所谓的公鸡仰角，这就让他的球棒在高角度进攻时有天生的死角，很容易回空。现在最关键的部分来了，台湾队的制胜蓝图是什么？我们先从投手布局开始。我们把比赛切成好几个阶段。好，第一阶段，第1到第3局就交给徐若曦执行急速压制，用他的火球。对，用他动辄155公里以上的活球，在开局就给了韩国打线一场震撼教育。特别是可以用高角度速球去直接攻击我们刚刚提到的 Whitcomb 的弱点。第2阶段，第4到第6局，立刻换上庄成重熬，打者眼睛刚适应完155公里的火球，下一局马上来一个以130几公里极品变速球为主要武器的投手。这种巨大的视觉速差会彻底破坏打者的节奏。然后第3阶段，第7、8局就交给孙艺雷，用他的青春火球继续维持球速压迫感，不给韩国队任何喘息的机会。只要比赛后段6到8局出现垒上有人，有可能被逆转的危机，而且打击正好轮到 Jahmai Jones 或者 Shea Whitcomb 这2门洋炮，就要毫不犹豫地把他换上来。对，林凯威他的任务只有一个，用他最犀利的外角滑球解决掉他们。至于第9局，曾俊岳那颗转速高达2600转的火球，可能是对付这些右打者更好的选择。那打线呢？我们要怎么折分？怎么突破 O'Brien 和 Dunning 的封锁？首先，对付终结者 O'Brien， 我们有2张王牌。第一张是张育成，他是我们阵中极少数棒速能跟上98英里火球的打者。他的任务就是等待 O'Brien 那颗狮头跑到腰带高度的声卡球，给予致命一击。第2张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Stuart Fairchild。你看数据，他2025年对声卡球的打击率是0.556，对滑球的打击率是0.60，这正好就是 O'Brien 唯2的2颗武器球。那对付Dunning呢？对付Dunning就要靠我们的魔人精，像是 Jonathan Long 和黎浩宇，用他们2个顶级的选球能力去消耗Dunning的用球数，
逼他投到球数落后，不得不丢进好球带。而负责给予致命一击的狙击手就是林安可，左打的林安可。对，我们前面提过 Dunning 的侧投姿势对左打者有利，球看得特别清楚。而且 Dunning 的深卡球热区正好就是林安可最喜欢攻击的低角度进垒点，只要 Dunning 想用深卡球吊他，林安可就该积极出棒。所以听起来，韩国队这次虽然找来的外援账面实力很强，但并不是无懈可击。这场比赛的胜负关键不在于谁的运气比较好，而是谁的情报战做得更彻底，谁的战术执行更坚决。O'Brien 的控球 ，Dunning 的球威衰退 ，Jones 和 Wickham 对滑球的致命弱点，这些都是不是猜测，而是数据上清清楚楚的突破口。好的，当我们在为自己的国家队呐喊加油时，我们支持的究竟是国旗所代表的那份归属感，还是纯粹更高水准的竞技本身？这个问题或许值得我们在享受比赛的同时，慢慢寻找答案。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